出大事了。最近几天啊，中国和加拿大陷入到了一场外交官的驱逐战中。所谓外交官驱逐战，就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在另外一个国家驻节，对方就宣布这个人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把他赶走了。另外一个国家于是开始报复。这种事情啊，在外交史上不多啊。过去在冷战时期，苏联经常跟西方国家这么搞。先是西方国家驱逐苏联的外交官，说他们搞间谍活动，然后苏联就开始报复，有的时候还搞很多轮，把双方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驱逐的差不多了。但是中国的外交历史上啊，应该说发生外交官相互驱逐的事情非常罕见。上一次大规模的进入到这种所谓的外交官驱逐战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50多年前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应该说虽然说有零星的中国外交官被驱逐的，但是从来没有进入到这种外交官的驱逐战的这个层面。但是这一次中国跟加拿大较上劲了。I can tell you there will be act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of actions is right now my deputy minister talking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nd summoning him. And also I've raised it directly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I have a few comments I wanted to make first and then I'll... 加拿大方面罔顾中方严正交涉，以所谓干涉加内政的谎言为由，公然宣布一名中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我们奉劝加方立即停止无理挑衅，如加方不听劝告，肆意妄为，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加方承担。这事情的起因呢，是今年的5月1号。加拿大有一份报纸叫做《环球邮报》，这《环球邮报》搞到了一份加拿大的情报部门的情况简报。这个情报部门呢，破译了中国的情报部门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情报部门呢，它是向中国好像上级部门汇报的。它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政局走向。比如说，中国政府比较喜欢现在执政的，这是特鲁多他们的自由党，不太喜欢现在在野的保守党，所以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搞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在华人群体中间发一些虚假信息，让大家尽可能支持自由党不要投反对党的票啊。另外一个呢，就搞一些什么非法的捐款什么税务的什么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针对加拿大国会中间有一个议员，他叫庄文浩。说是庄文浩呢，是早年他父亲是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你想想，在香港肯定有软肋，对不对？他们就调查这个庄文浩在中国的亲戚，然后那个报告里还讲说调查他的亲戚掌握了情况之后以备将来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这个呢，有可能会形成杀一儆百的作用，要么他老反华呢，是吧？这是第二。这个报告里头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些外交使团的人呢，还威胁过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留学生到加拿大留学之后就发表过一些反共观点嘛。结果呢，这个外交使团的人呢，就通过一些电子设备查到了这个学生在中国的亲属。于是这个留学生的父亲就给这个孩子打电话说：“你赶紧把那个推特都给我删了，是吧？你这么搞下去，你回国之后你不但找不到工作，我告诉你有可能被逮捕。”那留学生可就害怕了就报告里主要讲了这些内容。这个报告这个新闻一发布立刻就在加拿大的政坛里头引起了一场风暴。首先就是庄文浩就跳出来了，他说：“你想，你这个报告是2年前的，2年前你们就知道中国政府针对我在香港的亲属在搞调查，威胁我，结果呢，你们都不告诉我，那好歹我也是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呢，你们也太不尊重人了，是不是？你跟谁是一伙的？”结果呢，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就赶紧出来说：“他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看了《环球邮报》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事儿，赶紧查。”结果一查呢，说这情报部门呢，当时评估说这件事情性质没有那么严重，程度呢比较轻微，就没有向总理汇报。那这个庄文浩也不干呢，说这种事情还轻微，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国会里对这个外交部长进行质询。To a diplomat here who is using his diplomatic immunity to target not just me and my family, but other members of parliament. So why do you, Minister, continue to allow this diplomat to be accredited in this country on Canadian soil? That is the question.
And you Okay. haven't answered the question. Well, let me be 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of course, Michael, I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and I understand your anger. We haven't expelled a single PRC diplomat. Can I just We are finish? one of the only democratic Mr. allies in the Speaker. NATO alliance that has not expelled Chair. a single PRC diplomat. And Canadians are being targeted by the over 100 Mr. diplomats Chung, will accredited you here. allow the Yes. minister to Okay. Thank you. respond?说你们听听，你们听听，都已经干预到这种程度了，你们到底采取什么措施了？在所有北约的盟国里头，只有加拿大没有驱逐过中国的外交官，你们知道吗？你们还让这个赵薇留在加拿大吗？他说这个赵薇啊，就是这个情报里头讲到的，就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叫政新处的处长。那个报告里讲的，这个赵薇当时负责协调对他的情报的搜集。当时那个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就说：“他说我们也在评估啊，那中国你想想，你要是对他进行外交官的驱逐，那我们得想后果呀。这后果里包括领事后果、外交后果、经济后果、政治后果。总而言之吧，就这件事情肯定是不是那么好搞。那庄文浩就不依不饶，还搞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吧？就对加拿大的政府施压。后来呢，加拿大政府就出来说了，说我们是考虑把这个赵薇给驱逐了。”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就说了：“他说第一，我们没有兴趣干预加拿大的内政啊；第二，如果你们要想驱逐我们的外交官，我们奉陪到底。”口气啊非常强硬啊。但是5月8号这一天，加拿大政府还是宣布啊，赵薇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5天之内必须离开加拿大。不到24小时，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就来了。中国把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的一名领事啊也给驱逐了，而且呢，报复的程度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要求3天之内，加拿大这个工作人员必须离开中国。那现在下一步啊，双方是不是会进入到一种你来我往的这个外交官的驱逐战中间？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这件事情啊，说实在的，对中加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啊？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外交官驱逐战背后的故事啊。首先啊，这份情报里头啊所讲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个人觉得是真的。为什么呢？就中国这些使馆的工作人员威胁当地的留学生啊，这事情啊，全世界的华人都清楚。我去那个乌克兰采访的时候，那些留学生一听说我要采访，都吓得躲得老远。他们就给我讲，平时这些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可严了。那个战争期间让每个人填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你稍有微词，马上电话就打过来了，找你谈话，找你喝咖啡，谁不害怕呀？这个呢没有秘密，大家全知道。那么类似于像庄文浩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调查他？这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真的。这庄文浩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挺有故事的。他是来自于香港的第2代移民，他的父亲是1972年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一开始到那个地方就是在餐馆里打工，就考上了一所医学院。后来呢，他就跟一个来自于荷兰的护士2个人结了婚，生下了3个孩子。这庄文浩是老大，但是庄文浩这个家族啊，就挺有悲剧性的。他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出车祸去世了。2年之后啊，他的父亲呢再婚，他再婚的这个继母啊，就把他们兄妹3个人呢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来抚养。但是在他2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他当母亲当年出车祸的同一个十字路口再次出车祸，也去世了。你想一想，这个概率啊，这个对家庭对这个孩子的打击呀，所以庄文浩啊，这个身世挺不幸的。2000年的时候，他开始从政，就加入了加拿大这个保守党。2003年的时候，他代表这个保守党啊角逐议员呢，就成功当选了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当时他只有35岁啊，而且当选完议员之后就进入到了内阁。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啊，华裔的这个议员呢，那进入内阁他是第2位，而且他在内阁里担任体育部长，也算是华人的一个荣光吧啊。早期的时候，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挺友好的。2010年呢，就中加建交40周年的时候，他还是中加建交来自于加拿大这方面的贵宾呢。但是2014年之后啊，他的态度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了。就是2014年香港发生了占中运动。我这里要讲一下，这个
庄文浩啊，虽然他是来自于香港的移民啊，但他其实就是10岁的时候跟着自己的父亲去过一次香港，以后再也没去过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他香港跟他之间肯定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香港战争运动之后，他就非常关注。他当时还发表一个声明，声明就讲啊，他说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加拿大人呐，如果追溯自己的祖先，可能都来自于香港，而现在这个城市啊正在经历着痛苦，加拿大有责任呢为这个城市负责，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个城市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到2019年的时候，那个香港的民主党的主席啊，那个李柱铭还带着那个罗冠聪一起啊到这个加拿大去游说，也就见到了庄文浩。当时他的身份呢叫加港友谊协会的会长。2021年的2月份，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加拿大的政坛影响非常大，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他就在议会提了一个叫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人权的提案。这提案有100多页，今天为了做节目，我专门把它下载下来，翻译过来读了一下啊。这份提案中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他就说，中国新疆的这些维吾尔族啊，他们人权状况完全受不到保障。首先，这个所谓的自治区说是自治，其实根本没有自治。所有政府官员中间啊，这维吾尔族人只能担任一些非常低级的不重要的职务，重要的职务和高级的职务都是汉族人当的。而且呢，这汉族人平时还分配一些任务啊，监督监视这些维吾尔族人呐。比如说，他说有些维吾尔族的这个妇女啊，丈夫被抓到集中营去了，他的邻居那汉族的干部要在他们家里睡觉啊，监督他，有的时候还在住在这个妇女的卧室里啊。然后他就讲了，他们在维吾尔族这地方实行种族灭绝，怎么呢？就让这些维吾尔族人呢都搞这个计划生育措施。他说有34%的维吾尔族的妇女啊，都被带上了，就采取了一些节育措施，就结扎，是吧？他说你想想，这不就是种族灭绝吗？然后他还讲到，整个新疆就是一个大监狱，啊，就是你出行，就外面全是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摄像头跟大数据汇集在一起啊，他就监督你，你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同时，你所有的电子设备马上都被监督。同时，那个地方实行这种网格化的管理，每隔几百米就是一个派出所，派出所见到你查身份证，查你的手机，马上查你各种各样的信息，毫无任何个人信息而言。他说，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对人信息的控制，对人的监控。然后他又讲了新疆的这个集中营里头，至少关了100万到200万的维吾尔族人，这些人平时在这里头要吃猪肉，要歌颂习近平。更可怕的是，他说那有一个人作证说那武警战士把一个20岁的女孩子叫到一个200人面前，你问他承认不承认罪行，承认完之后，这些武警战士啊就当着这200个维族人面前就开始轮奸他，轮奸完了之后还看在下面看的这维族尔族的人的表情，谁要是表情比较痛苦，那就说明没改造好。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报告中间啊，内容应该是真假参半。你比如说这个自治区这部分的内容啊，也包括监控啊、网格化管理啊，我觉得都是真的。但是这个你说集中营里头说这个武警战士这个在200人面前轮奸这个少女啊，我觉得有点夸张啊。还包括他还讲了说全中国80%的计划生育的那个设施啊都在新疆使用了，而新疆的人口只占全中国2%，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夸张。但是啊，他这个提案在2021年的2月份，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就通过了，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呢就宣布啊，对这个庄文浩个人进行制裁。怎么制裁呢？就宣布他不能来中国，同时中国的公司也不能跟他做生意，也不能跟他打交道。当时这个庄文浩还说：“他说我骄傲啊，你看呢，中国政府制裁我不怕呀，是吧？”但是他可能没想到的是，中国政府在后面悄悄咪咪地调查他在香港的亲戚啊。但是我们也查了一下，他在香港没有直系亲属，如果有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些堂兄啊，或者是上一辈他爸爸的那些兄弟姐妹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肯定是有亲属啊。从中国政府一贯对海外的这些意见人士啊这个做法来看，我认为啊，这情报里讲的对他在香港的亲属进行调查这件事情啊，
搜集情报，甚至有可能为未来潜在的制裁做准备，这个事情有可能是真的。我认为大概率是真的。所以庄文浩本身的愤怒，我认为也有道理啊。It shouldn't have taken 2 year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is decision when they became aware that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were being targeted by the PRC and by persons in Canada accredi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s diplomats in Canada. 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啊，就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内啊，中国突然开始陷入到跟这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驱逐战呢？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过啊，中国上一轮陷入到外交官驱逐战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但这一次呢，距离那时候已经发生50多年了。而就在这次之前啊，虽然说没有进入到外交官的驱逐战，跟很多国家，但也都是很多的事情呢，也都快到那个程度了。比如说，就前任的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卢沙野，在孟晚舟事件过程中间，他就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个讲到说是中方对2名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是对这个加方逮捕孟晚舟女士的报复，这不是中方说的，这是加拿大媒体说的。从我本人来说，我不论是在对媒体还是在这个双边的场合，从来都没说过这种话。孟晚舟女士她是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就被加拿大逮捕，而2名加拿大的公民是因为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而被采取强制行动的。至于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这个参与加拿大5G 建设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后果。当时就引起了加拿大很多人的不满，就认为卢沙野这个非常粗鲁。后来卢沙野不是去法国了吗？大家都知道，他讲到那些前加盟共和国好像没有主权地位，克里米亚不属于乌克兰，结果一下就爆了。欧洲议会有100多人联名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卢沙野现在被召回国了啊。还有，你比如说去年12月份，那中国驻曼彻斯特的那个郑领事带领外交人员冲出使领馆，跟那个在使馆外面抗议的那些香港人直接干起来了。那当时这件事情也是震惊国际社会啊。后来那个英国的警察就要求中国对这6名外交人员放弃外交豁免权，也就是警察要跟他们就询问，就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就不干嘛。后来就把这个郑领事这6名外交人员全部召回到了中国。其实啊，这距离啊英国宣布这个郑领事这几个人啊是不受欢迎的人，是只差一步之遥。所以你看到了吗？就中国这几年外交关系啊，确实是已经非常紧张了。那这一次进入到外交官的驱逐战呢，它也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它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觉得，咱们先看看50年前中国啊，当时跟西方国家发生外交驱逐战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啊？那就是中国文革嘛，搞输出革命嘛，文化大革命嘛。你想当年那缅甸其实跟中国的关系还不错啊，当时缅甸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大街上发毛主席像章、发毛主席语录，要求当地的华人学校的那中小学生啊，都得佩戴毛主席像章。那人缅甸肯定是觉得这是干涉人家内政，对吧？人家不干了，中国就抗议啊，打起来了。最后，北京的红卫兵小将直接把缅甸大使馆给砸了。还有当时那个印度驻中国大使有一个人员叫鲁冠南，中文名字啊。这北京人最后把鲁冠南给抓起来之后，搞万人公审大会啊，然后最后直接押解出境。还有包括那英国的临时代办，是吧？那当时火烧英国临时代办那个事件，都是文革时间著名的事件。就当时的文革时期啊，就是乱套了，就完全不遵守这个外交的最基本的规则，而且搞输出革命嘛。你像中国跟印尼之间，当时那个外交官的驱逐战，就是因为中国当时搞输出革命嘛。印尼把中国的外交人员给驱逐了，中国又反报复。后来还有一个跟苏联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外交官的驱逐战，那更好玩。
因为当时跟苏联打起来之后啊，两个国家虽然没断交，但彼此之间那都把对方当敌对国了嘛。后来苏联有一个间谍啊，中国人啊，这个人叫李鸿书，受命回到中国，就被中国的国安人员抓起来了。就国安人员就想了一个点子，就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些苏联的外交人员设局，就让这个李鸿书啊，跟这个苏联大使馆的人呢联系，说有情报交给他们。就在北京亮马河旁边，就前一段时间搞那个白纸运动，亮马河旁边街头，苏联人开着一辆拉达汽车就去了，到那桥底下等来等去，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来那李鸿书来了之后，双方正在街头呢，给了一个黑包，结果信号弹一响，灯光亮起来，中国的摄像机都支好了，把整个过程都给拍下来了。我红卫兵小将冲上去，把这几个苏联大使馆的人全抓起来了。然后中国政府就宣布苏联这几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就给赶走了。苏联当时就觉得特别恼火啊，决定报复。一查，正好有一个中国的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回国休假，当时呢没钱嘛，回国都是坐那个铁路，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中间的某一站。苏联人说赶紧把这人给我抓起来，于是就把这人给扣下了，宣布这个人在苏联也搞情报活动，就把他给赶回中国了。这当年看到了吗？文革时期就这么搞，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十分荒唐啊？但是现如今为什么也陷入到这种状况呢？要我看啊，就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是战狼外交，确实是四面出击。你想卢沙野那种话，包括正领事那种做法，在一个正常外交秩序的国家不可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你想想，你一个大使冲出去跟那些外面的人示威的人家打起来，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这是战狼外交，这是最典型的方式。这个跟中国过去几年的外交方式有关。第二个，这一次的事件呢，加拿大的人为什么反应非常强烈呢？主要是觉得中国在控制加拿大的政治。你想想，你试图干预选举，那这件事情是最忌讳的。包括对庄文浩的这个他亲属的这个软肋调查控制甚至威胁其实都是中国试图控制加拿大政坛走向的一环，不是针对你庄文浩，因为你庄文浩你对中国，他认为你跟中国敌对嘛，你既然敌对，我就要收拾你，我收拾你了，你老实了，你就不敢敌对了。但是在加拿大人看来，这就是中共对加拿大政坛本身走向的干预，对加拿大自由法治的这种威胁。那这个如果你要是不改变的话，那整个这种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是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强大了之后的担忧。所以历时50年之后又走了一个轮回。那会不会还陷入到当年那样一种荒唐的境地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现在的我们看当年文革时期的做法，觉得很荒唐。那谁知道再过一些年，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些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会不会也像当年我们现在去看当年的文革一样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I can tell you there will be act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of actions is right now my deputy minister. 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加方承担。We haven't expelled a single PRC diplomat. We are one of the only democratic allies in the NATO alliance that has not expelled a single. 习近平主席呢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大家也都知道，在新闻上也都看到了，大年初一他就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